男友彩票中奖300万，当晚他将我所有的东西尽数扔出家门，还大骂我，连他白月光的脚趾都比不过。看着露出真面目的男友和准婆婆，我拿起行李拔腿就跑，因为我买的彩票也中奖了，不多，也就7个亿。我中奖了。我低头看着手心彩票上的数字，比对着中奖数字，我确认了好几遍才敢相信，我随手买的一张彩票竟然中了7个亿。我颤抖着双手，下意识就想给男友打个电话，将这个喜讯告诉他。电话打过去，过了半晌也没人接，我也顾不上加班了，当即收拾了东西就往家赶。这破班谁爱上谁上吧。已是凌晨的时间，我难以抑制心中的喜悦，奢侈了一次，打了个专车回家。我推开家门就连忙唤了一声：伦杰，咱妈的病有救了。唤了2声没人理我，我心想毕竟时间不早了，怕是张伦杰和我那准婆婆都睡着了。我放下包，看了眼满桌的菜，还有那喝了半瓶的红酒，心中多了几分疑惑。张伦杰和他妈平时最是节俭，今天是赶上什么好日子了？我顺手推开房门，眼前的一幕让我大吃一惊。此时张伦杰正浑身赤裸地躺在床上，他身子底下还压着个女人，2个人白花花的肉体紧紧贴在一块，那场景看得我直反胃。我双手叉着腰，一股怒气涌上心头。张伦杰，你他妈趁我不在家，给我整这一出是吧？张伦杰被我的怒吼声吓了一跳，他忙着就裹紧了些身上的被子，满脸慌张的开口：安安，你怎么回来了？不是你看见的这样的，我们……狡辩的话语他一时不知该从何说起。张伦杰百口莫辩，他身边的女人一个劲往他怀里钻，嘴里还娇嗔的喊着：老公，你说句话啊！张伦杰下意识就想向我解释，我两眼一翻，伸手就拿起床边他那还没喝完的红酒杯，对着他的脸就泼了上去，趁他不注意，又猛地上前给了他2巴掌。啪啪2声，张伦杰瞪着眼睛看我，我用了十足的力气，以至于他的脸颊上此时留下了2个巴掌印。这2巴掌似乎把他打清醒了，他身边的女人转头看向我，我立刻就认出他，他不是别人，正是张伦杰心心念念的前女友郑小柔。他捏着嗓音开口：伦杰，你怕他什么呀？赶紧还手打回去啊！听他这么说，张伦杰一改之前的温柔态度，他猛地起身，扯住我的手臂，就将我往地上推。我摔倒在地，眼泪在眼眶里不住打转。我力气不如他，倒在地上，半天也没爬起来。张伦杰一把扯过我的头发，指着我咒骂：你个臭婊子，老子这些年给你脸了是不是？你还真以为自己是个货色了？老子不装了，老子中彩票中了300万，我现在是100万富翁了。你个臭婊子，赶紧给我滚蛋！就你这个贱货样子，你以为你配得上我？要不是看你傻，能吃苦，赚点钱都给我花，就你这样，我碰都不碰。你连小柔的脚趾头都比不过。说完，他亲了口身边的女人，眼里满是炫耀。听见他的话，我愣在原地，有些不敢相信这些话是从我爱了4年的男人嘴里说出来的。我和张伦杰相爱4年，他对我一直都很好，很体贴。恋爱4年，他事事让着我，一句重话都没对我说过。我俩的恋爱生活可以说是平淡中带着些甜蜜，我们还准备明年年初就结婚，因为我曾经一度认为遇见张伦杰是我的福气。我是个孤儿，从小在福利院长大，所以对拥有自己的家有着无尽向往。而张伦杰的家庭条件也不好，他父亲早亡，
母亲一手将他拉扯长大。去年他母亲还确诊了胃癌中期，面对昂贵的治疗费用，我从来没想过放弃他和他的母亲。房租我付，生活费我补贴，我一天打4份工，就为了撑起我们这个小家。甚至我还掏出所有积蓄给他妈治病。如今他彩票中奖了，竟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我抛弃，去找回他的白月光。甚至他今天上午彩票才中奖，下午就大包小包去找当初抛下他的白月光了。如此看来，我和他之间的那4年真是可笑。我蹲坐在地上冷笑出声，我默默摸了下口袋里的彩票，抬头看向他：阿姨知道你这么对我吗？我满脸泪水，只希望现在能有人为我说句话。张伦杰妈对我不错，一直都说将我当亲闺女对待，也是因为她妈妈人好的原因，我才答应了她的求婚。我望向张伦杰，却看见他点点头。我妈知道，就是我妈让我赶紧把你甩了的。我苦笑出声。张伦杰妈妈熟悉的声音在客厅响起：大半夜的不睡觉，吵什么吵啊？张伦杰妈妈刚刚睡醒不久，可能是彩票中奖了吧，如今满面红光，竟然看不出分毫病态来了。他看了眼地上的我，眼中的鄙夷是我从未见过的。张母摆摆手，赶紧让这个扫把星滚蛋啊！大晚上的让不让人睡觉啊？张母瞪了我一眼，白眼都要翻上天了。吴安安，你别怪阿姨心狠，你自己看看你这张脸和你那8字，克死父母就算了，还准备克我和我儿子吗？就是因为你命不好，才害得我得癌症的，赶紧给我滚出去，晦气东西！说着，他抬起脚对着我的肩膀就是一脚，嘴里还骂骂咧咧。扫把星玩意，一看就是穷酸样，怕是以后也没法给我家生孙子。还是小柔好，面相就是有福气的样子。我看着面前的一对母子，只觉得无比陌生，就仿佛曾经那个对我好，将我看作亲人的2个人从来不存在一样。原来钱有这么大的魔力，300万就能让人放下伪装，露出自己的真面目啊！既然大家都不装了，那我也不装了。我摆摆手，那我也直说了，实不相瞒，我也中彩票了，中了7个亿。听我这么说，面前的3个人脸上划过几分不敢相信，3个人突然大笑出声，仿佛听见了什么可笑的笑话一样。张伦杰伸手拍了我一下：吴安安，你是不是疯了？你以为谁都像我一样命好啊？还7个亿，你7块钱都中不了。别以为你撒谎就能挽回我，你就是中了70个亿，我都不要你。我不说话，嘴角挂着淡淡的笑容，随手拿起一旁的包背在身上，下定了决心。爱信不信，张伦杰就你这副德行，我之前是可怜你才跟你谈恋爱，你还真以为自己有多帅？撒泡尿照照镜子吧！告诉你们，从今天开始，张伦杰，你们一家就是死了，和我都没关系。我转身回房间，将我那些首饰拿出来放进了包里。虽然那些首饰加一块也没2万块，但是我的东西就不会留给他们。见我拿东西了，张母慌了：你个小偷，是不是偷我们家东西了？我环顾四周，看了眼这个不过40平的出租屋，我的那些东西都不值钱。这2年为了给他妈治病，为了我们能有个小家，我省吃俭用存钱。我给自己买的衣服质量都是最差的，护肤品用完了也不敢再买。相比较对张伦杰和他妈，我真是想法设法对他们好。我全身上下值钱的也就那些首饰了，他还反咬我是小偷。如今想来，当时的我真是痴傻了，疯魔了，竟然对他们这种人好。我摇摇头，和这几个人再多说几个字，我怕是都要吐出来了。我强忍心中的恶心，
可张母和那小三依旧喋喋不休。我警告你，不许再出现在我们面前，不被爱的才是小三。我家的1粒米你都不许带走，包给我留下，说不定你就偷了我家东西呢。说着，张母像个泼妇一样，伸手就要抢我的包。我冷笑一声，冲进厨房，拿出一把菜刀和一根没处理完的带鱼。我手握那带鱼，猛地上前，对着张母那皱皱巴巴的脸就是一带鱼。张母嘴巴立刻红肿了起来，她捂着嘴大叫。小三郑小柔凑过来就想拦，我手里握着的带鱼又是啪的一巴掌，刷得他嘴边的横肉乱颤。我握着手里的带鱼，心想一个都别逃，用尽全身力气将那已经碎了的带鱼啪的一下塞进了张伦杰那张骂骂咧咧的大嘴里。他猛地吃了一口生带鱼，铁青着脸，扶着腰就吐。他们仨被我惹怒了，我勾起唇角，将手里菜刀握在手心，对着他们：他妈的，谁敢拦我？我的东西你们谁敢来抢？老娘砍死你们！不就是发癫吗？看谁颠过谁！我一发癫，反而他们都不敢拿我怎么办了，只能悻悻收手。3个人站在一旁，谁也不敢拦我了。我气势汹汹往外走，走出家门，我打电话给了房东，房子我不续租了，上半年的房租你问张伦杰要吧。不仅如此，我掏出包里的医药费账单，直接撕成了碎片，扔进了垃圾桶里。去他妈的！幸亏这半年的张伦杰他妈的医药费我还没交，让这几个贱人自己去交吧。还有之前的转账记录，还有缴费记录，我全部保留了。老子就是打官司也要全部要回来，属于我的。这群狗东西一分别想占。当晚，我给自己订了家5星级酒店，马上我就要成为亿万富翁了，可不是得好好享受。我将4份工作全部辞去，往酒店的大床上一躺，直接睡到第2天中午。醒来就是我提前预定的大餐。第2天起床，我找了身随处可见的运动服，还准备了头套、帽子、墨镜。这么一打扮，任凭谁也认不出来我是谁。我全副武装，带好相关证件，就去彩票中心兑奖。刚一走进彩票中心，却看见一群记者正围着几个人采访，说是有人彩票中奖了，中了几百万。我凑近一看，没想到被采访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张伦杰3人。3个人站在镜头前眉飞色舞，恨不得将这件事昭告天下。张伦杰一身西装革履，穿得人模狗样，对着镜头就开始吹牛。我的话，其实家里家产还是挺多的，300万对我来说不算什么的。张伦杰妈妈满眼笑意：是啊，我家儿子从小就是气运之子，干什么成什么，300万洒水了。他身边搂着的郑小柔浓妆艳抹，还掏出手机将自己的抖音账号对准镜头。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的账号哦，我们会经常给家人送福利的，300万就是小钱了。我们一次直播给家人们送的红包都不止这些。大家记得我的账号，一定点点关注哦。看他们这副张扬的样子，我不禁冷笑。我知道，只有傻子才会这么张扬。中彩票这种事，还是要越少人越知道才好。尤其是像我这样中了几个亿了，只有低调才能保证我的安全。趁着所有人的注意的集中在张伦杰一家人身上时，我忙着就找了个工作人员进了工作间兑换彩票。我拿到彩票中心给我的兑奖单就忙着离开了。当天我就在银行兑了奖，当晚缴税以后的5个多亿就打到了我的账户上。我看着银行账户里的那么多个零，不禁开怀大笑。我的富婆人生终于要开始了。
拿到钱后，我当即就全款买下了汤臣二品的一套偏小的户型，花了1.2亿，我一个人住足够了。我拿着手里的银行卡疯狂购物，将各种奢侈品店逛了个底朝天，奢侈品的购物袋铺得满家都是，甚至都没有下脚的地方。爱马仕的包，我直接配货500万，拿了几个喜欢的包回家，剩下的钱我全数存进了银行，每个月的利息就有近100万，直接实现财富自由了。拆完所有的购物袋，我累得满头大汗，靠在我的沙发上看着我的400平房子，心满意足。我顺手拿起手机看了2眼朋友圈，就看见张伦杰正在朋友圈炫富。他发了一张自拍，自拍里他一身满是 logo 的土豪穿搭，坐在他刚买不久的宝马车里，装作无心的露出手腕上50万的名表，一只手搭在方向盘上，配文：宝马一般，明天就再买辆奔驰，有推荐吗？见他这副鬼样，我顿时来了兴趣，觉得也挺滑稽。我按着今日郑小柔在媒体前求关注的账号，直接找到了他的抖音。他的抖音和张伦杰的如出一辙，都是在炫富。一张照片，他新买了2个香奈儿包包，配文：亲亲老公非要给我买。他主页里最近秀了不少奢侈品，应当全是张伦杰给他买的。不过就300万的彩票，照这个速度花下去，他们怕是都撑不到下个月。而张伦杰他妈的病就是个无底洞，100-200万也就堪堪够吧。我转念一想，那可不行。虽然我现在是亿万富翁，但是当初我和他谈恋爱的那4年里，我给他们家人花的钱1分都不能少。我立刻找了个律师，将所有整理好的转账记录和我帮他妈付的医药费记录全部给了律师，就连平日里买菜的3块5块我都给他算上。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4年时间里，我在张伦杰身上花了有30多万，减去他给我花的，他依旧欠我31万。如此想来，我那几年是被下了蛊吗？给男人花钱倒霉一辈子的道理，我怎么能忘了？如今他1分也别想少了我的。收费高的律师效率就是快，没过几天就帮我处理好了一切，直接就一纸律师函寄到他家，不还钱就等着被我告死吧。律师函一发，当晚我就接到张伦杰的电话，一接通，电话那端就传来张伦杰咒骂我的声音：吴安安，你疯了吧？你敢起诉老子？听见他的声音，我冷笑一声：对，我起诉你了，怎么了？咬我啊？他压低声音：30万。吴安安，你现在很飘啊，你不就是眼红我现在成100万富翁了，你气不过？这样，我给你3万块，你继续做我女朋友怎么样？我还能不知道你？你不就是想靠这种手段回到我身边吗？很好，你马上就能得偿所愿了。我同意你回到我身边了，不过得委屈你，只能做我情人了。你也知道小柔脾气不好，她要是知道了，估计得闹。但是她有的，你都有。听着张伦杰在那儿自说自话，我无语到笑出了声。张伦杰，要是发桃花癫，你就对着你妈和你那小三发，别对着我发癫，怪恶心的，听得我晚饭都吃不下去了。31万，1分少不了。开庭请你按时到，你情人的位置留给别的瞎眼仔吧，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的鬼样子，恶心谁呢？说完，我直接挂断了电话，把他所有的联系方式拉黑。开庭当天，张伦杰没出庭，他可能一直以为我在跟他闹着玩，幻想着我是故意引起他注意力的吧。直到判决书下来，判决他还我30万的时候，他才有了实感。张伦杰急了，见他的联系方式被我拉黑，就让他妈给我打电话，我一并拉黑了。
他们还去我工作的地方找我，却发现我已经辞职了，胳膊拗不过大腿。张伦杰再不愿还钱也没办法，要不还钱，要不就他那辆花了100万的宝马车就要被银行拖走了。他只能眼睁睁看着30万从他的账户里划去，到了我的账上。如今30万对我来说，连我账户里的零头都不够。30万到账，我又加了70万，凑够个100万整数，直接就捐给了福利院。我享受了半个月的富婆人生，每天不是睡觉就是购物，惬意的要命。被幸福的生活冲昏了头脑，我几乎都已经忘记了张伦杰的存在。直到某天，和我关系不错的好朋友结婚，邀请我去参加他的婚礼。我买彩票中了7个亿的事情，我谁也没告诉。面对好友问起，我也只说赚了点小钱，不太多，也就够生活，主打一个低调到底。参加婚礼时，我也依旧保持低调，而且婚礼的主角本来就不是我也不想抢了风头。我按着我原先的穿衣风格穿，不过衣服的质量提高不少。到了婚礼现场，入了席，我才发现他们将我跟张伦杰和郑小柔安排在了一桌。张伦杰一改原先的斯文模样，如今穿得像个暴发户一样，脖子上还戴着根大金链子，土得要命。一想到我跟他谈过，我就觉得我有了案底。而他身旁的郑小柔仿佛将人家的婚礼当成了自己秀台一样。她一身白色吊带公主裙，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她是新娘呢。真的新娘看见她的时候脸都绿了，可碍于这么多人也不好发作。座位上周遭坐着的都是我和张伦杰共同的朋友，他们知道我们分手了，如今有些尴尬，大家面面相觑，都不说话。郑小柔故意将自己脖梗处的项链露了出来，对着张伦杰开口：哎呀，宝宝，我脖子好痛啊，我就说你不要买这么大的钻石项链，压得我脖子好痛。我下意识看向他脖梗上的项链，我不禁冷笑出声。我之前就是在珠宝店做鉴定的，他脖子上的那条一看就是假的。见没人搭理他俩，郑小柔又开口说话，目光却始终停留在我身上。不知道大家份子钱都给了多少啊？我们给的不多，也就6666。安安，我听伦杰说，你之前手头紧，从他手里骗了不少钱花，那你份子钱应该给了不少吧？听郑小柔这么说，张伦杰面露不屑。是啊，吴安安你从我这儿骗的30万花光了，没钱交份子了。我冷笑一声，如今有钱了，也有了底气，秉持着绝不内耗的原则，我选择发癫。见四周没人往我们这儿看，我破口大骂：滚你妈的！我控制好音量大小，声音只有我们这桌人能听见，毕竟我还不想毁了好友的婚礼。张伦杰被我骂懵了，他也是没想到我现在粗俗成这样。吴安安，你是不是女人啊？果然是没妈养的东西，一点教养没有。幸亏你爸妈早就死了，不然看见你这个样子都觉得丢人。怒气涌上心头，我将手里的水杯往桌上一扔。我是不是女人关你屁事？你是不是男人？我觉得还真是不一定呢。毕竟你在床上也就3秒，老娘交多少份子跟你有半毛钱关系吗？你是妈死了，还是女朋友死了？一个劲问我交多少份子钱，说我诈骗你钱。怎么你是担心你妈和你死了的时候，我交不起份子钱吗？你放心，你和你妈死了以后，我一定给你上444块钱的份子。大赞一句，死得真好。张伦杰呆住了，笨嘴拙舌的开不了口。你，我指着他开口，毫无畏惧。30万是你欠我的，判决书都下来了。我要是再听见你造谣我一句，老娘一定告你造谣，让你进局子。
不信你就试试。张伦杰被我的话激怒了，他猛地站起身，就想对我动手。可我们周遭都是好朋友，随便2个人就将他拦下，还在耳边安慰着不至于。婚礼接近尾声了，新娘新郎闻声走到我们这一桌，见大家表情不太好，新娘搂过我的手臂：“安安，怎么了？”我摇摇头：“没事，就是有2个沙笔，没事找事。”玲玲，不好意思哈，影响你们结婚的好心情了。我从包里掏出我精心准备好的礼物，一个纯黄金的手捧花。手捧花一拿出来，我看着所有人的眼睛都亮了。我骗张伦杰钱花的谣言不攻自破，这手捧花一看就不止30万了。新娘玲玲更是连忙摆手：“这么贵重的东西我可不能要。”我将黄金手捧花放在她手心里，替她理了理额前的碎发：“玲玲，新婚快乐！这几年你对我的好，给予我的帮助，我都记在心里。这小小捧花不过是我的一点小心意，也希望你以后可以幸福。”玲玲接过手捧花，满眼的泪水，刚刚的不悦心情如今一扫而空。正当我和玲玲拥抱在一起，满脸欣慰时，一旁的郑小柔嘲讽的笑声传来：“玲玲，你还是检查一下吧，这花估计是假的，你还在那感动的要命，怕是被人骗了都不知道啊。”我白了他一眼，郑小柔之前就从张伦杰那里听到过，我就是个孤儿，穷得要命，我这样的人怎么可能突然发财？他笃定了自己的想法，想着一定要让我丢脸，好帮他和张伦杰扳回一局。郑小柔轻笑出声，带着几分炫耀的语气：“我有可多珠宝黄金了，黄金是真还是假，我一下就辨认出来了。吴安安送你这个一眼假，不信我教你怎么辨别。”说着，郑小柔一把从玲玲手里抢过手捧花，直接就扔到了地上。在众目睽睽之下，郑小柔直接伸着脚，直接踩在了黄金手捧花上。顿时，那手捧花被踩烂了，彻底没了形状。郑小柔满脸得意：“你们看，这肯定是假的，黄金那么贵，硬度肯定特别硬，就像那钻石一样。”众人看着他的傻叉行为，不禁瞠目结舌。我不禁感叹，果然是初中毕业就辍学的文盲，脑子里装的是屎吗？黄金首饰的硬度软，容易变形，这是常识。他还沾沾自喜，觉得自己成了鉴宝神探。郑小柔昂着脑袋，将被他踩扁的手捧花一脚踢到我面前：“吴安安，你真没有品位，还送人假货！”他那副傲娇模样，还以为自己要得到夸奖了。他看了眼张伦杰，却发现此时张伦杰的脸色难看的要命。我身旁的玲玲直接尖叫出声：“你是不是有病啊？老娘受够了！你今天穿这身白色长裙来，我就不说什么了，如今还毁了我的手捧花。”玲玲眼眶顿时红了，急得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我扬起嘴角，缓缓举起手机：“郑小柔，我报警了，等警察来，请你务必再演示一遍你是如何损坏我们的物品的。”玲玲点点头，说什么都要这个贱人吃个瘪才行。见状，郑小柔慌了，她擦了擦眼角并不存在的泪水，躲在了张伦杰的身后。张伦杰家人在怀，立刻就挡在他面前：“屁大点事你就报警？你这手捧花能值几毛钱啊？镀金的吧？”对上他的眼睛，我云淡风轻的举起手掌，摆了个5，不就5万块吗？看你小气的，我赔给你。我冷笑一声：“是50万，你这一损坏，无论是黄金损耗还是手工费用，至少赔我10万吧。”张伦杰默默收回准备转账的手机，他这段时间各种挥霍，手头钱本来就不多了，
5万块他还堪堪能拿出来，但是多了他也是真没有了。我白了他一眼，不过就是穷鬼一个。我们没听他们怎么继续解释，警察赶来，简单调查了一下，故意毁坏他人物品罪。原本警察问我要不要私下和解，毕竟不是什么严重的事情。我和玲玲对视了一眼，立刻明白了对方的意思。我们拒绝和解，要求按着估价赔偿，并且郑小柔要按着法律规定的那样被拘留才行。郑小柔听警察说了事情的严重性，她才意识到自己犯了傻，可能真的要拘留10天了。她吓了一跳，忙着就想向张伦杰求助。张伦杰面露难色，当着这么多朋友的面，他只感觉自己的脸都被丢尽了，一把甩开了郑小柔的手，忙着就开口对警察解释着，是他弄坏的东西，不是我。如此看来，张伦杰不仅是个穷鬼，还是个怂货。最后，郑小柔被警察带走拘留10天，赔偿8万块钱这件事才算结束。郑小柔被拘留后，这2个人总算是安稳些了，几个月都没再出现在我面前，也没有天天给我发骚扰信息骂我。富婆的生活比我想象的要稍微无聊些。我看着账户余额，心情又好了不少。我打了几通电话给我的女生朋友们，按着我们之前说的那样，不管是谁暴富了以后，一定要去点最好的男模。我带着几个姐妹去了全市最好的会所，点了最贵的男模。这花了钱的果然不一样，那些个男人1.8米的个子，8块腹肌是标配，长相俊俏的要命。最重要的是还可以按着我的风格喜好选择，帅哥们说起话来一套接着一套，哄得人开心的要命。果然还是有钱开心啊，有了钱爱情就来了，还可以同时来几份爱情，总比跟张伦杰那样的劣质男友谈恋爱开心。这一下是给姐玩开心了，玩爽了。我连续去了几天，之前的烦恼全部一扫而空。我还约了几个好姐妹去巴厘岛度假，顿时就感觉到了富婆的快乐。旅行的时候，我还听朋友聊起张伦杰的事情。据说张伦杰被郑小柔哄着去赌博，一开始赢了不少钱，结果连着赢了2天后，张伦杰再去赌，直接将身上的钱全赔了。他不仅倾家荡产了，还欠了几千万的外债，如今他妈在医院医药费都给不起了，整日就靠打吊瓶吊着命，根本没钱做手术。而那郑小柔一看他没钱了，收拾了东西就赶紧开溜了。听见这件事，我心头一惊，原本张伦杰也不是什么爱赌博的人，果然心智不坚定的人还是不能有钱，不然容易走歪路。我摇摇头，感叹一句活该，也庆幸自己早早同他分手了，不然别说300万了，7个亿他1个月都能糟蹋完。从巴厘岛度假回来当天，我刚准备进小区，突然一个熟悉的身影突然在我面前，我还没来得及开口说话，那男人直接扑通一声跪倒在我面前了。张伦杰，你又犯什么毛病？滚蛋啊！张伦杰一把抱住我的腿，满脸泪水就开始哭。安安，你原谅我好不好？我们重新开始行不行？我真的后悔了，我不该抛弃你和郑小柔在一起的。我冷笑一声，一个抬腿，踏着高跟鞋，直接一脚将他踹开，给老子滚远点！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打的什么主意？你不就是欠了一屁股债，现在想让我给你擦屁股吗？我告诉你，没门！原来张伦杰实在是走投无路了，他看见玲玲发的朋友圈，我请他去巴厘岛旅游了，而且之前那50万的手捧花也是出手阔绰的很。他就想着，如今我手头肯定有不少钱，怎么也要从我这儿弄点钱。张伦杰抬头看向我，
委屈巴巴的样子看着有些可怜。可对我而言，他这些装可怜的行为对我来说什么都不是。一哭二答，自己三下跪是他惯用的招数。张伦杰哭喊着：当初我是被郑小柔迷了心智，才会放弃你。安安，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你不是很爱我吗？我们就按着原定计划，明年2月就结婚好不好？结婚以后，我在家带孩子，你想干嘛就干嘛。听他这么说，我不禁笑出了声，忙着就翻了个白眼。张伦杰，你在做什么白日梦？还有这种好事呢？当初骂我贱货，让我滚蛋的人是你吧？现在想蹭我的钱，去死吧你！我瞪着他，见他又想伸手拉我，我猛地又抬脚一踹。见我态度如此坚决，张伦杰明白我和他之间完全没有可能性了。他从地上爬了起来，伸手摸了下眼角的泪水，嘴角挂上了狡黠的笑容。吴安安，我给过你机会了，你不要是吧？那就别怪我跟你撕破脸。你以为我不知道你那些钱是怎么来的？你不就是靠陪睡靠出去卖来的钱吗？说着，他将一大把照片扔在我面前。那照片里正是前段时间我出入高级会所找男模时候拍下的。张伦杰指了指小区大门：你凭什么住得起这么好的房子？你肯定是做小三，被人包养了，不然就凭你这个贱货，给我3000万，我放过你。吴安安，我劝你赶紧把钱给我，不然我就把这些照片全部发给我们共同的朋友，发给你身边所有的人，在全网曝光你是个万人骑的贱货这件事。我看你的金主到时候知道了，还要不要你个贱货？我双手抱胸，见他如此不要脸的样子，我不住摇了摇脑袋。爱了4年的男人竟然不配为人。我冷笑一声：还有别的照片吗？一起拿出来，不然我饿了，我要回家吃饭了。张伦杰见我无动于衷，他有些慌了神，像是最后的杀手锏一样。他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我的果照，是当时我们同居时他偷拍的，我都不知道他竟然会做出这样的事。看见照片的那一刻，我心头一颤。见我眼神恍惚，张伦杰以为抓住我的把柄了，开口就是威胁：3000万，不然我把照片贴的小区大门口到处都是，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都看看你不穿衣服的样子。我迅速整理好思路，接过照片，我满意点评：我那时候身材还真不错，这张拍的还挺好看。哎，我最近偷懒都变胖了。张伦杰瞪着我：你就不怕我曝光出去？我轻轻扬起嘴角：张伦杰，什么年代了，还整这一套？你说我出入各种会所酒吧，就想对我荡妇羞辱？就算我真睡了几个男人又怎么样呢？果照，取巧而已。我有，你也有，天下人都有，你爱到处贴就到处贴呗，让所有人都看看我的好身材。你说我有金主，那还真是抱歉了，老娘没有金主，就是纯命好，中彩票中了7个亿，嘿嘿，就在你把我赶出家门的那一天呢。我看着张伦杰的脸色逐渐变得惨白，他握着手心里的照片，双手不住发抖。他低头默默念着7个亿。我拿出装在口袋里的手机，我挥挥手机：你是怎么威胁勒索我的？我都已经录下来了，我现在就报警，你就等着坐牢吧。或者说，只要这些照片我看见在任何地方传播，你相信我，我就是花1个亿，我都找人弄死你，不信你就试试哈。听我这么说，张伦杰的脸上划过一丝慌张，他将手心里的照片一撒，也不再提3000万的事情了。我看着他拔腿就跑，仿佛跑慢一步我就要送他去坐牢了。我低头看了眼手机，根本就没有什么录音，
我当时根本买来得及打开录音，不过也就是吓吓他而已。我太了解他了，不过就是有贼心没贼胆的家伙。经过上次我一下，张伦杰再也没出现在我面前过。我也不是很想知道他的近况，但是为了防止上次事情的发生，我也担心他会狗急跳墙。我特地雇了几个保镖，在我外出的时候保护我。富婆的日子过了一段时间后，有些无聊。我原先的4份工作中，有一份我最感兴趣的，那就是做医美。我拿着现有的资金开了家属于自己的美容院，专做高端项目，靠着我在汤臣2品积累的人脉，不过几个月时间，我的美容院名声鹊起，有些地位的人都到我家做医美。我的美容院半年之内开了3家分店，赚得盆满钵满。至此，我终是信了钱能生钱的道理。这样的日子虽然也挺充实，但是我总觉得少了些什么。某天回家，我偶遇楼下邻居。楼下的邻居是市医院的副院长，姓王，同他聊了2句，说是最近他们医院有个捐款项目，帮助癌症患者做手术。听他一介绍，我顿时来了兴趣。如今我手头钱不少，要是能帮助一些人，那就更好了。当即我就决定捐款。王院长建议我去医院实地了解下情况，看看我具体想要捐赠的对象或者是项目。第2日一早，我便来了医院，有专门的负责人带着我参观了下医院。他向我介绍了几个得了癌症的患者，甚至还有些患者年龄不过刚刚6、7岁，父母带着他们到处求医问药。为了节省一点钱，一家睡在医院的楼道里，就为了给自己的孩子换一线生机。看到这儿，我不禁心揪着痛，当即我就决定全权负责3个癌症儿童的全部医药费。我想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了。负责人继续向我介绍，没走几步，他停了脚步，指了指此时正坐在轮椅上的一个老奶奶。老奶奶佝偻着身子坐在椅子上，双手微微颤抖，想要喝水，但是水杯递到嘴边好几次都洒了出去。做了化疗后，她没了头发，整个人黢黑黢黑的。负责人向我介绍着，这个张阿姨很可怜的，她做了第1次手术，手术后没有多久，癌细胞又扩散了。起初我们还以为她儿子是什么孝子，结果第2次手术前要缴费，他儿子人影都没有一个，这半年了再也没出现过。听说是赌博欠了不少钱，跑路了。现在他就靠着医院的救助生活续命，但是他不符合捐赠对象的要求，再不做手术，怕是都熬不过这2个月了。听负责人这么说，我心头一软，确实有些可怜，但是看着那老人的背影，我不禁觉得无比熟悉。我上前走了2步，正好那张阿姨一个转头对上了我的眼睛。在看清她的长相时，我顿时瞪大了些眼睛，因为那人不是别人，正是张伦杰的母亲。张母看了我一眼，就立刻认出了我。她皱紧眉头，消瘦的脸蛋上顿时就出现了刻薄的表情，全是褶皱的脸皱在一块儿。她指着我就骂：“你个贱货，怎么敢出现在我面前的？又想来克死我了！”说话时，他还猛然起身，拿着水杯就想向我砸来。我也不知道他为何会如此讨厌我。负责人将我护在身后，出声解释：“张阿姨估计是精神有点失常，宋小姐你别介意。”张母大叫出声，我清醒得很，就是这个贱人克我们全家啊！我得癌症就是因为他，我儿子现在也给他克不见了。说着说着，我看着他满脸泪水，我向他走近了2步，心头一酸。毕竟我是个孤儿，我从来没有感受过母爱，唯一感受过的母亲的温暖就是来自他的，虽然那都是假的。我叹了口气，说出了自己的不解：“
阿姨，在张伦杰没中奖的时候，你不是对我挺好的吗？还说把我当女儿对待，为什么现在？话还没说完，张母对着我呸了一声。以前那是看你能吃苦赚钱，好拿捏，我们都有钱了，还要你个贱货干什么？你可不是我女儿，你就是个扫把星，克死父母的扫把星，你赶紧给我滚蛋！说完，他狠狠推了我一把，满脸笑容的对着负责人开口：赵总监，我的捐款人什么时候来啊？你也知道我这把身子骨再不拿钱做手术就挺不过去了。负责人看了他一眼，就转头看了我一眼，他伸手指了指我：张阿姨，宋小姐就是捐款人。闻言，张伦杰妈妈脸色骤变，原本就病态的脸如今更是憔悴了几分。她看了我一眼，连连向后退了几步，差点一屁股坐在地上。怎么可能？他同负责人确认了几次，才敢相信这个事实。张伦杰母亲看着我，双手颤颤巍巍：安安，这都是误会，阿姨跟你开玩笑的。你看现在伦杰不在家了，阿姨如今可不就是你一个女儿了，这手术的钱阿姨就得拜托你了。说着，他还伸手握住了我的手。我愣在原地，看着他突然转变的态度，我微微勾起唇角，满是嘲讽的笑了。果然，他们真能演。我抽回了手，对着身边的负责人开口说着：我拒绝给他捐款，他爱找谁找谁，反正我不捐。张伦杰母亲立刻慌了：不行啊，阿姨要是再不做手术就要死了啊！安安，你行行好啊，行行好。我转过身就走，听着他在我身后跪倒哭泣，而我头也没回。后来我还是于心不忍，毕竟他还是给过我母亲般的温暖。我想不管别人怎么样，我觉得我要做到问心无愧。我选择承担了张伦杰母亲手术的全部费用。可是怎么说呢，他运气不太好，老天爷不想让他活，又或者说手术实在是拖延太久了。张伦杰母亲做完手术没过多久，某个夜晚她器官衰竭死了。因为联系不上张伦杰，葬礼由社区负责，简单火化葬了。又过了半年，我的美容院如今越做越大，全国各地都有我的分店。我甚至还自主研发了护肤品，上线没有多久就卖得断货。原本我那卡里剩下的4亿，也在1年多的时间里连续翻倍。如今我的资产也有了几十个亿。我想，未来我的账号余额只会越来越多。除了拼命赚钱，我想我也应该回报这个社会。我拿着我赚的钱，开始做起了公益，成立了不少慈善基金会，用来帮助患癌儿童治病。同时也以我的名义开设了多家福利院，帮助那些像我一样的孤儿能够开心长大。也在偏远山区开设了多间女校，希望可以帮助越来越多的女孩走出大山，能够自强。如今我的事业很是顺利，暂时也没有找男朋友的打算，毕竟我这么有钱，我一想谈恋爱了，就有一群小帅哥主动贴上来。并且现在的我已经找到了人生目标，房子也换成了汤臣2品最好的楼层，最大的顶楼。有时我坐在高台上看着楼下霓虹灯璀璨时，也会想起那些说我是克星的话语。可我想，成功的人总是孤独的吧，反正有钱花就好，管他孤不孤独。又过了2个月，我和小姐妹约好了一同出去旅行放松，费用我全包了。我们在夏威夷的沙滩上沐浴着阳光，我们聊着天。玲玲突然向我提起许久不见的张伦杰。安安，你还不知道吧？张伦杰被卖去缅北了。听见玲玲说的话，我呆滞了几秒，有些不敢相信自己听见的。什么？怎么可能？玲玲耐着性子同我解释着，
听我老公说的，张伦杰赌钱欠了不几千万，然后他就听郑小柔说缅北有大生意可以做，说是半年就能翻身，他当即收拾行李就去了。当时他还想拉我老公入伙的来着，我老公没同意，问我们借了几千块钱路费就走了。之后又过了几个月吧，我老公就接到了张伦杰的视频电话，问我们借钱，说是赚到钱了，带我们一起发财，想要借个几百万做生意。但我看他那个模样，一看就知道是被打了，说话也颤颤巍巍的，就像是被人威胁了。我留了个心眼，当时就报了警，可后来警察说号码是黑号，根本就追踪不到，然后就不了了之了。当时你不是在韩国谈生意吗？我就没跟你说了，估计现在应该是彻底找不到了。我端着手心里的香槟，轻轻抿了一口。我一直以为张伦杰是欠了债，所以躲了起来，不曾想他竟然被骗去了缅北。可是他有如此结局，和我也没有太大关系，这都是他自己作死，不是吗？我发着呆，身旁另一个小姐妹开口补充着：我靠，那就对上了，我男朋友不是在警局工作吗？前段时间他说从缅北解救回来些人吗？当时就有个人特别像郑小柔，但是我看他缺了个胳膊，就剩下一只眼睛了，整个人身上全是伤疤，可吓人了，我就没敢认。如今想来，那个人一定是他啊，简直一模一样，名字也是小柔。我放下了手心里的香槟杯，听他这么简单形容几句，我都想吐。我连忙就转移话题，好了，咱不说这些了，说些开心的吧。